众所周知，骆榜生在历史上有自己独特的位置。在洪秀全之前有毁灭大唐的黄巢，之后有发起第2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而屡次落榜的洪秀全则毁灭了大半个清朝，成为了太平天国的天王。不曾想在159年之后，2023年的今天，一场巴以冲突让洪秀全意外成为热点人物。事情要从2019年5月说起。这天，全球的目光聚焦在联合国的大会厅，以色列大使端坐于中，他紧紧握住一本厚重的圣经，语气坚定地声称，这部古老的经文为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所有权提供了毋庸置疑的证据。他激昂地宣称，这片土地是上帝为犹太人所创，是他们千百年的祖先流传下来的宝贵遗产。此举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历史有趣的地方在于，如果真以圣经作为判定耶路撒冷归属权，或许中国也有资格进入这场争论。根据网上流行的消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曾与梵蒂冈教廷派来的牧师辩论，并大获全胜。教廷无奈之下，正式确认他的身份，授予他与基督教的特殊联系，也就是上帝次子耶稣弟弟的身份。从这个逻辑推断下去，上帝次子洪秀全理应有耶路撒冷的合法继承权。听到这里你可别着急，网友当然不是认真的，他们搬出上帝次子洪秀全的名头，只是为了讽刺靠圣经就能对某一片土地宣示主权的做法。不过抛开网络玩笑不谈，洪秀全到底是什么人？他和当时西方教会的关系到底如何呢？如果随便问一个华人，你对太平天国怎么看？你对洪秀全怎么看？估计大部分人能说一大堆话，但这些话都很抽象，大而无当。如果继续追问，比如你对东王府官制怎么看？你对陈成荣怎么看？这时候大部分长篇大论的人基本就语塞了。抽象空洞的评价是很容易的，因为做出这类评价不需要扎实的材料支撑。太平天国的历史就像是一幅巨大的海报，色彩斑斓，只要视力正常、受过基本教育的人都看得到它。但只要走上前仔细看，会发现这个海报的像素太低，每一个图案都模模糊糊。现在我们想尽可能清晰地还原这张海报的样子。1843年，洪秀全经历了第4次科举考试的失败，他深感绝望，大病了一场，在病中疯疯癫癫，胡言乱语。等到他信奉上帝，创立了拜上帝会之后，这场病被修饰为他在病中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与此同时，鸦片战争中清廷的不堪一击也极大刺激到了洪秀全，屡试不第的怨恨和对神州陆沉的忧愤在他心中交织。在这个时候，洪秀全偶然接触到了一个圣经的中文译本，于是找到教会，想受洗入教，却被因为对基督教了解不深而被拒绝。连信仰都被拒绝的洪秀全，在受到巨大打击的同时，心中的怒火也被彻底点燃。既然你们不接纳我，那我便自己创建一个教会。很快，拜上帝会成立。拜上帝会很快就拥有了数万信众。东方的拜上帝会不中不洋，但偏偏有些歪理，还真把远在梵蒂冈的教皇给唬住了。如果太平天国可以成功，那么在遥远的东方将会出现一个人口超过4亿的基督国家，这得是多大的功德！教皇立刻派遣了神父傅里次前往中国，对太平天国进行调查，甚至做好了帮助其反对清廷的准备，但调查结果令其失望。教廷使者和洪秀全的交流过程，简而言之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鸡同鸭讲。洪秀全自称上帝次子的行为和教义与基督教截然不同，拜上帝会的信仰方式也与中国的传统宗教相似，甚至还大搞君臣华夷这套，让梵蒂冈教廷直呼受不了。为此，教皇派遣了传教士罗孝全向洪秀全传道，希望能改造拜上帝会。这次来的罗孝全拥有深厚的宗教学问，对中国文化也有所涉猎，但洪秀全对于自身身份的坚持令他迷惑了。尤其是洪秀全坚称是上帝的二儿子，还宣称上帝是一位穿道袍的白胡子老人，背后背一把宝剑，甚至可以被请神下凡。这样的言论在罗孝全看来简直是对信仰的严重亵渎。随后在1861年，另一个传教士艾约瑟试图拯救这只迷路的羔羊，但结果也是一样的鸡同鸭讲，双方都觉得对方是十恶不赦的一端。就这样，教廷又一次在没有信仰的东方大地上败下阵来，而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如同燎原之火，席卷了整个脆弱而腐朽的大清王朝。一个反常识，
说起来很多人都不信的冷知识是，洪秀全其实并没有参与到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是个非常复杂、非常有趣，同时也非常神秘的历史人物。大多数人都知道洪秀全，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近代史进程影响太大了。可是具体到洪秀全个人，大众眼中的他和真实的他几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有人说他是英雄，也有人信誓旦旦说他就是个色魔。然而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是错的。史料中直接关联洪秀全个人的资料极少，甚至太平天国已经震动全国的时候，前线剿匪官军还给朝廷上书汇报，洪秀全实际不存在，只是个木头人。这个说法可笑地暴露了清政府在情报上的短板，却也可以理解，因为天津定都以后，洪秀全几乎全然是个隐身人。按照当时太平天国的法规，如果天王府的人敢把半点信息泄露，或者外人私下敢把外界信息带入，都要接受严惩。有学者推测，至此以后，洪秀全可能几乎一步也没有迈出过天王府。很多人言之凿凿渲染洪秀全的荒淫，说他有2000多位妃子，但大部分史料都是基于当时一些根本未涉足天王府，甚至连南京都没去过的士绅笔记，或是后世突然凭空出现的史料，可信度不高。而那些有史学价值、比较可信的史料里，比如在太平天国任职的传教官留存的回忆录中，关于天津事变的回忆比较详实，陈成荣等天国高层的身影都有闪现，但唯独洪秀全形象模糊，没有参与太平天国的任何一件大事，到了天国末期也依然保持神秘属性。甚至李秀成这样的高级将领，在天津城困劫之际都见不到洪秀全的人影。洪秀全到底在干嘛？在享乐吗？天王府里的事情，莫说现在人不知道，就是天津城高层知道的都没几个。从右天王的回忆来看，洪秀全更像个苦修士，虽然贵为天王，还是保留了旧日家贫时的习惯，有了病不看病，靠自己免疫力硬抗，吃饭不讲究，喜欢吃生食冷食，甚至会挠身上的虱子吃。从清军方面记载的挖开洪秀全尸体情形来看，洪秀全死前呈现出了和他年龄不符的老态，又不干正事，又不享乐，洪秀全到底在忙啥？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李秀成说，洪秀全每天都在演天说地，简单的说，就是在搞学术，研究神学、哲学和各种奇奇怪怪的学问。想象一下，一个满怀雄心壮志的中年民间科学家，每天不修边幅，不讲营养，随便吃2口，然后一脑子扎进量子力学，准备研发永动机。洪秀全大概就是这样的形象。结合洪仁玕、右天王回忆及其他史料，洪秀全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在看书、烧书、改书。根据右天王供述，在太平天国内部，各类邪书都是被禁止的，只能读洪秀全亲自修订的著作。但洪秀全本人还是有机会接触各类邪书，并且他的读书方式很奇怪，每次读完后都会一把火烧掉。洪秀全对圣经进行修订，同时还对大量中国古籍进行删改，这个工作量是非常恐怖的。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洪秀全把时间、精力和注意力放到了哪里。换个角度看，可见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组合是非常合拍的。杨秀清目不识丁，但是个天才的政治家；洪秀全满脑子的言天说地，一门心思扎在各类思想建设上。天津事变后，洪秀全对杨秀清非常怀念，给了他极高的荣誉，多次反复写诗怀念杨秀清。可能杨秀清才能保证洪秀全可以心无旁骛地进行思想实验。晚年洪秀全肯定是很孤独的，天王府里都是妇孺，无可共语者，自己的想法被李秀成等人看来不过是扯淡。可能会有新的史料被发现，太平天国的历史会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更多的谜团会被解开。但洪秀全，尤其是洪秀全脑袋里的想法思想，都随着肉体和天国覆灭而无法复现，不得不说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